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设计思考入门课程。在这一讲，我们要跟大家谈论的是我们设计思考的第3步骤 ，idea， 也就是我们的创意发想。讲到创意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脑力激荡，可能会想到我们在一个空间，然后大家开始做一些不同点子的讨论。在我们进到讲脑力激荡可以用的一些小撇步之前，我们要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更重要的观念，是关于创意自信。因为我们过去在台大创新设计学院的教学过程当中，非常常遇到学生在发想阶段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哦，我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然而，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有创意的。你可以回想你小时候，例如说在幼稚园的时候的美术课，老师叫你画画，然后你画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你也觉得你画得非常好，你也不觉得说自己哪边有出错。在我们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因为受到了某些批评或者某些评论，让我们逐渐的对自己创意的部分失去了信心。因此，我们在这边要先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创意自信的观念是：你不是没有创意，只是你的创意自信被消磨掉了。当你找回创意自信之后，你就能更加自然而然的提出并尝试更多的新点子。那我们这边要进一步去分析的是，可以如何去有效的提升你的创意自信。那这边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要点是关于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由美国的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家 Albert Bandura 他所提出的。他的定义是个人对于事件的掌握以及完成的信念。那假如说你越相信自己能够达成某事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更能够坚持，你的目标会设得更高远。而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的恢复力也会比较快。当我们把这个概念转换到创意自信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当你相信自己是有创意的，你会更愿意的去尝试跟突破，以及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不会因此而受挫，你会很快的就能够复原，然后去提出其他更棒的点子。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说，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去提升自我效能呢？Albert Bandura 他有把自我效能主要分成4个来源，所以我们可以依照这4个来源进一步的去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做。首先，我们可以经过努力而得来的成功去建构自我效能。这个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成功，有些是我们有努力而得来的，有些是你没有经过太大努力就有的成功。那这边他特别强调的是，假如说你没有经过太大努力而得来的成功，其实对于提升你的自我效能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我们实际进行我们的设计思考专案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取得一些成功，用努力的方式去取得一些小的成功，一步一步的去堆叠你提升跟建构你的自我效能。除此之外，你可以借由观察他人的成功表现来提升你的自我效能，特别是与自己背景相近的人，只要你看到他们的成功，这会有助于你提升自我效能。那么这个的实际应用，我们会建议大家，鼓励大家，除了埋头做自己的专案之外，也可以多去跟其他人交流，特别是那些背景与你相近的人交流。当你看到他的成功案例，这能够更加的激励你，以及提升你的自我效能。第3个点是，你可以借由言语上的支持跟鼓励来达到提升自我效能。因此，我们在设计思考的专案的时候，不论你是团队的领导者，或者是团队的成员，在给予彼此回馈的时候，我们尽量减少负面的批评，而是给予适度的称赞或者是延伸的想法。那这样子言语的支持跟鼓励，可以让整个团队的自我效能能够有所提升。最后呢，在生理的状态以及你的情绪，也会对自我效能有所影响。举例来讲，当你在比较兴奋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自我效能往往会比较高；而当你在疲倦的时候，自我效能也往往相对的会低了一点。所以记得在进行设计思考专案的时候，要有适当的休息以及压力的调节，这会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总结来讲，我们在进行设计思考的专案的时候，可以借由这些小的成功的经验，以及去跟别人的交流，去观察到别人的成功的经验，又或者是借由正面的鼓励，以及避免负面的批评，以及最后的是调试好你的生理状态跟你的情绪，来提升自我效能，借此来提升你的创意自信。以上是关于我们谈论设计思考的创意发想阶段非常重要的创意自信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要点是我们实际在进行发想时候的脑力激荡可以遵守的一些要点。在这边我们有一个要诀叫3不5要。3不5要的话，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它是不批评、不打断、不离题，这是所谓的3不。5要的话是要疯狂、
数量要多，要画图，要下标题，要延续他人的想法，这是5要的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来针对不同的点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在3步的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讲，为什么我们不要批评？因为很多时候，许多的想法其实它是个好的点子，但是会因为批评而被扼杀掉。而很多被批评而扼杀掉的点子，它不见得是坏的想法。举例来讲，现在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新创独角兽叫 Airbnb， 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的。其实 Airbnb 当初他们在募资的时候，他们收到了非常多的拒绝。他们的创办人 Brian Chesky 更曾经公开了当时他收到的拒绝信。很多投资人给他们的回复是 Airbnb 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很不幸的，我们的模型显示 Airbnb 的潜在市场规模并不够大。假如说因为这样子的批评或者因为这样子的拒绝 Airbnb 的创办人们就此把这个点子扼杀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这个在全世界规模如此庞大的新创公司发光发亮。所以我们这边希望鼓励大家的是，我们看到任何的点子，我们都先收起批评的心，我们试着在这个点子上面去延伸更多的想法。因此我们就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个要点是，你要尽可能去延续他人的想法。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他曾经讲过，创意不过就是把一些东西给结合起来，延伸他人想法往往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灵感以及更多好的点子。举例来讲，亨利·福特他曾经把芝加哥肉品包装业所使用的这个机动化的吊钩，跟一般日常面包店常使用的工业输送带结合起来，因此成为了制造汽车的配装线。把这些点子2个点子结合起来，我们往往可以创造出一个更棒的点子。唯有在这样子点子的堆叠延续别人的想法之下，我们才可以看到更多更突破性的可能。除此之外，我们除了要延伸他们的想法之外，我们刚刚的5要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数量要多。在这边引用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Linus Pauling 他说的话，他说要想出一个好点子之前，要先有许多的点子。大家可以先在这边暂停一下影片，你可以想想为什么 Linus Pauling 会讲这句话，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好的，假如你有稍微想过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这边当然一个很直观的讲法是，当你有很多点子之后，你从中总是会有几颗珍珠可以被筛选出来。但是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是，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延续他人的想法是，当你有很多点子，它们互相碰撞之后，就可能产生出更多高质量的点子。举例来讲，爱迪生他曾经发明了电动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他发明的这个电动笔的销售其实并不好，所以很多人甚至觉得这个电动笔是爱迪生的失败的发明。但是这个失败的发明其实不见得真的这么失败，因为后来有一个刺青的艺术师，他就把这个电动笔跟刺青结合起来，变成一个电动的刺青笔。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之后，2个点子相加起来，变成一个热卖的产品。所以说，当我们有许多的点子，在这些可能看似不起眼的点子之间的碰撞，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5要的其中一个要点也提到是我们要画图。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在我们的脑部，视觉化的思考，它跟一般语言跟逻辑思考的部位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当你能够使用一个跟你语言与逻辑不一样的部位思考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新的刺激。特别是那些平常觉得自己不擅长画图的人，我们更鼓励你能够用视觉化的思考，因为它会迫使你从本来平铺直叙的描述当中，去创造出一些你可能本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想法。所以要画图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把我们刚刚的3不5要的要点总合起来，你可以实际在发想的时候所去走过的一个流程。那这个流程呢，是 Google X 的共同创办人 Tom Chi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流程。他这个流程呢，是在你发想阶段的时候，每个人要针对我们所定出的目标提出至少15个点子。这就呼应了我们刚刚讲的是，你要尽可能的提出数量越多越好的点子，所以你至少针对你要发想的点提出15个点子。提出这些点子之后，你不要用条列的方式，你可以随意的在你的白板上或者你的墙面上用便利贴随意的贴这些点子。当你贴完这些点子之后，你要在每个点子旁边都要画图。这回到我们刚刚的5要的其中一个要点是要画图，用视觉化的呈现。当每个点子都画完图之后，小组之间的成员可以开始发表你的点子。那在这个时候，你要尽量的不批评，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急着给予回馈。
这就呼应到我们刚刚讲的3步当中的不批评跟不打断。那在我们彼此都发表完你的点子之后，我们花个2分钟的时间去把各个点子之间去做连结。那你试着在这个同时可以去延伸你的想法，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的笔去定义一下这些连结之间的关联。那当产生这些不同的连结的群集之后，你可以为这些群集去打分数。那打完分数之后，我们可以把比较高的分数的部分再进一步去讨论。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可以借由汤匙的这一个方式去总结我们3不5要的要点，也是我们推荐大家在实际发想阶段的时候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法。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